沈潇，你聋了啊？开门费1万，不然我女儿不出这个门。阿姨，咱们这开门费也就1000块，沈潇都准备好了。规矩确实是1000，但是我们家的规矩就是1万，拿钱。林娇，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，这1万块钱，还有答应你的3金，以后我赚了钱都会补给你的。你放屁！这人都嫁过去了，就成你家的人了，你说补谁信啊？听说你前几天在你老家买了个有破院子，说要带着我女儿去那儿过神仙日子。你有钱买破院，没钱买3金，你这么不靠谱，我都不敢把女儿嫁给你了。林娇，我们恋爱3年，不能因为钱伤了感情啊！我们的感情早就被你伤透了。在你敷衍我买3金的时候，在你用1万块钱买破院子的时候，在你让我跟你去乡下过苦日子的时候，沈潇，我是要给我自己婚后的日子留一些保障，我不想过苦日子。今天你要是不拿这1万，这婚就先不结了。沈潇，你这种穷鬼就应该单身，娶什么老婆？青姨，这些金子够可不止1万了吧？就当给娇娇的3金了。娇娇跟我走，今天你是我的新娘了。真是丢大人了！沈潇给了20万彩礼呢，因为1万开门费拿不出，老婆就当众跟人跑了。这沈潇做人是真失败呀！哎，这沈潇是脑子坏了吧？他一个打工的，好不容易存的钱，不给自己的老婆去买一个破院子，这沈潇估计以后抬不起头了。好，既然你想好了，那这婚不结。你个败家子儿啊！你居然花1万买了个破院子，你到底咋想的？赶紧去把媳妇儿追回来啊！混账东西，婚说不结就不结了，老子的脸往哪儿放？你最好死外面，一辈子别回来。所有人都在城市里买房还贷，觉得那才是未来。只有我知道这地主院子的价值。我要走自己的路，让别人无路可走。后生，我看你人好，1000块工钱我帮你修，马上雨季了，再不行真要塌了。谢谢您大爷，工钱我一会儿就给您。这墙怎么砸不动？大爷，这天瞧着不对，要下大暴雨了，今天先歇了吧，安全要紧。也是，这雷声沉，怕是要下透了。那行，我回了，再晚这泥路就走不了了。小伙子，你也别忙活了，离这破墙远点，别塌了伤着你。这是金砖，真的是金砖。那老道士真的没骗我。这些金子绝对不能被别人发现，必须藏好。不行，还不能卖。虽然说财不露白，不能随便挥霍，但也不能亏待自己。明天一早得回城一趟。瞧见没？这老沈家的小子受了刺激，因为发疯买个地主家的鬼屋，媳妇儿跟人跑了，这辈子算是完了。哎呦，这一脸穷酸相，还以为穿的整齐点就能进城当老板了，没出息！你这个穷鬼怎么又来了？我要典当。先生，您稍等，我这就叫经理。小伙子，这成色极好，是实打实的老金，一共4枚金当，总重整整200克，按现在的折旧回收价，总计人民币20万6千整。那好，我要折现，现在就转账。小张，拿单子给这位先生签字，准备走财务流程。好嘞，沈先生您稍等，我这就开票。等等，这位先生，你这东西到底打哪儿来的？东西当然是我家底了，这不是着急用钱吗？所以就拿出来换点钱花。不对呀，上次你带着女朋友来买3金，就1万块钱，
当时你女朋友还跟你吵起来了，现在居然凭空变出4锭金子。您真当我们没见过世面啊？能一次性拿出这4个家伙的人，能穿您这身儿？还有，看这形制不像是现代工艺，更像是出土的老物。这种东西流出来，要是没个正经出处，我们店可不敢乱收。沈先生，如果是不干净的东西，这20万可就不是钱，而是催命符了。想压我的价，这种小地方的经理，眼界也就这么大了。怎么，经理这是准备兼职当警察，还是觉得我沈潇看着像能去抢银行的人？不信可以去查一查最近有没有什么黄金失窃案。要是没有，那这东西就是我的。你们就算再不愿意相信，也没理由质疑我。看来贵店是不愿做我这单生意，那告辞了。哪能啊，沈先生别误会，我们也是按章办事。既然是祖传的，那自然没问题。不过这么大的量，我们店里的现金流，半个小时，我要看到钱到账，否则隔壁那条街还有2家金店，我想他们会对这几块老钱很感兴趣。别，沈先生爽快人，我这就安排财务转账。小李，快给沈先生泡最好的大红袍。要是还有这好货，你们还收吗？这种老金，您有多少，我收多少。不怕这金来历不明了？怎么会？您的东西都是正路来的。20万，这只是个开始。那套按我的尺码拿一套新的。先生，那套是新款，打完折1000。刷卡，现在换上。这几件同码数也给我包起来。先生，您这次消费了1万元，已经是我店里的 VIP 客户了。看着挺穷的，没想到这么阔绰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最新款，顶配，帮我把手机设置好，现在就用。曾经我赚了钱都交给林娇，她1分都没给我花过，但是她依然不满意，最后与我退婚。现在我的钱给谁花，全由我自己支配，谁也别再想控制我。我把我身上的行头从里到外都换了，再就是买车了。这辆车看下内饰，看内饰也行，但小伙子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车办下来得10来万，你买估计得贷款吧？贷款手续很麻烦，你得有稳定的工作证明，还得有连续1年的社保记录。你都准备好了再来看吧。贷款？对啊，你在工作时间来买车，估计没正经工作吧？没工作贷不了款，你趁早看那边2手的去，别耽误我接大客户。手续我没时间办，这车10万全款，我要现车。你说什么全款？刷卡，立刻提车，能不能办？能办，当然能办。沈先生是吧？您真是爽快人。小李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去给沈总办手续，去把咱们店最好的脚垫和贴膜都送上。车有了，钱有了，接下来该把房子修了。小伙子，装修吗？这是打算大干一场啊？我村里有个院子，不能一直荒着，现在准备重新修一下。村里自己的地啊，那还修什么？直接重新盖啊！自建房整体设计可以按自己的喜好，喜欢欧式吗？什么工啊料啊，我这都有啊，给你打折。欧式别墅，好啊，那就重新盖。后面免不了麻烦您了，咱们加个联系方式吧，具体要什么我微信跟您定。您客气，慢走。世潇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刚才去镇上取钱，柜台说我账户里多了2万。你没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吧？妈，您放心，
这钱是我刚刚帮朋友拉了点货赚的，每一分都干干净净，您跟爸尽管花。老婆子，你瞎操什么心？我就知道我儿子不是孬种，在外面闯荡哪能没点本事？沈潇，好样的，好好干里，不用你惦记。老房子的事儿，爸不怪你了。对，别总惦记我们，吃点肉，对自己好一点。取悦谁不如取悦自己，确实应该对自己好点。先生，里边请。先生，您几位？想吃点什么？就我一个，把你们这儿的招牌菜挑最好的上4个，再来一壶上好的茶。先生，咱家的招牌是顶级佛跳墙和极品红烧鲍鱼，这单点下来价格得上万块，而且咱们这儿都是预定制。现在做，钱不是问题，上吧。先生，您先喝点我们店里的免费茶，您点的菜待会儿就上来了。博哥，这家的招牌菜听说要好几千一桌呢，你真舍得带我来啊？那是，除了我赵博，谁能带你来这种地方消费？跟着沈潇那穷会，你这辈子都只能吃咸菜。快别提那个人了，真是晦气，那个没出息的，真不想再看到他。博哥，待会儿我要吃这儿的顶级和牛。好，允许你点一个招牌菜。沈潇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哟，这不是那个买荒地的沈大才子吗？怎么在那破院子里待不下去了，跑这儿来蹭空调了？沈潇，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？这里要收茶位费的。你穿件高仿名牌坐在这儿，不觉得滑稽吗？赶紧走吧，别等会儿付不起账被保安轰出去，我跟着你都丢人。你兄弟，别装了，你要是真饿疯了，看在相识一场的份上，待会儿我给你打包点我桌上剩下的剩菜给你带走，怎么样？沈先生，让您久等了。这是您的极品佛跳墙、双头鲍、顶级和牛，还有这一壶是专门为您备的30年陈大红袍。沈潇，你装什么？还也就这样，见过几天世面就敢口出狂言，你也不撒尿照照镜子，你配吃这一桌菜吗？哼，哥们儿，你有点卑鄙了。你是不是知道我们今天来福鼎，特意跑来给我们演一出戏，立个有钱人人设？你这叫哗众取宠。沈潇，我告诉你，我林娇打死都不会跟你在一起。林娇，你闭嘴，你不配喊我的名字。当初买3斤，你抠抠搜搜，专挑最细最轻的买，最后连3斤都凑不齐，脸都丢尽了。现在居然有钱吃上万块一桌的招牌菜，你这种虚伪的男人，我真庆幸当初把你甩了。经理，这个人根本没钱，他就是来吃霸王餐的。要是让他动了筷子，最后结不起账，你们这个月都得白干。这位先生，既然这位女士质疑您的支付能力，为了避免误会，能不能请您先预付一下账单，或者展示一下您的账户余额，确认可以消费？林娇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要在大庭广众之下把我们最后一点体面都踩碎？体面？跟你这种穷鬼有什么体面可言？你这种人，连给我博哥提鞋都不配。好，从这一刻起，你我之间半分恩情全无。以后无论你遇到什么困难，是跪在街头还是要饭到我门前，我沈潇绝不会看一眼，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就我，沈潇，你真是疯了！我这辈子跟着博哥吃香的喝辣，怎么求到你头上？你还是先担心你自己一会儿怎么走出去吧。后资金拿来，这一桌我现在就结账。预付口18000元，结账成功。不可能！沈总，对不起，刚才冒犯了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菜给沈总热一热，然后赠送一个豪华大果盘。经理，有些人影响了我的食欲，还是清场吧。好的，沈总，我马上安排。两位，这位沈先生是我们店最高规格的贵宾，你们在这儿大声喧哗骚扰客人，请立刻出去，否则我要叫保安了。小伙子，昨天的雨大，我看这墙裂得厉害，今天我多带了点石灰，咱得赶紧补。大爷，这是1万块现金，您先拿着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说好了工钱1000，你这太多了。大爷，这钱不是只给您的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在村里找几个手脚最麻利、活最细的老师傅。这房子我不修了，我要拆了重盖，按最流行的那种欧式别墅风格建，3层带露台。盖别墅在这儿，小伙子，盖洋楼得不少钱呢，这1万块钱可不够。钱您不用担心，管够。
我只要一点，活要好，材料要最扎实的。您帮我盯着，这1万您先拿着买料，请人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在这地界干了一辈子瓦匠，一定给你起一座全县最漂亮的房子。大爷，这院子里什么都可以动，就院子里的那棵树不要动。那树长势那么好，说明这儿的风水还是不错的，我们不会动。哎，你们说这沈潇是不是真疯了？婚没结成，受刺激太大，跑这荒地里盖洋屋，这钱怕不是借的高利贷吧？肯定是啊，他都没个正经营营，能攒几个钱？买这破院子就够傻了，还盖别墅。我看啊，这房子盖到一半就得烂尾，到时候债主上门，看他往哪躲。哼，就是，瞧那败家样，有点钱就烧得慌。林娇没嫁给他真是明智，这要是嫁过来，不得跟着他一起去要饭啊？你们这几天进进出出可得把门关好了，别回头遇到要债的，再影响了咱。嘲笑吧，等这整座山都姓了沈，你们连仰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。这年头，钱还真是不经花呀！基建、荒山围网、水塘清淤，处处都要钱。5万块，连给工程队发下个月的工资都不够。金子埋在地里，只是死物。真正的财富永远藏在流动和博弈之中获得。我得把这些上天馈赠的财富变得有意义。哎呀，沈总，您可算又来了！快，贵宾室请。沈总，这2块成色比上次还好，按实时大盘金价，我给您顶格240万。现在就打款，打卡。金子能避险，但不能创造未来。现在的风口在 AI， 谁掌握了算法和技术，谁就掌握了下个10年的定价权。我用100万投资 AI 金融衍生品，赔赚不计，剩下的放在银行里，随时支取。我跟你们说，还是房地产的股票最稳妥，这是民生铭记啊！你们盯着眼前的3瓜2枣，我盯的是整个时代。沈潇，还真是你！你个穷光蛋，跑股票交易所来干什么？哟，换了身皮就真以为自己是成功人士了。当时找你要1万的出门费，你都凑没有，哪来的钱炒股？要饭吗？那点钱连手续费都不够吧？证券大厅开门面向大众，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大家快来看看，这就是我前阵子跟你们提过的那个买个破烂院子当宝贝的穷光蛋。好在上天眷顾，让我女儿在婚礼当天给他甩了，不然不知道得苦成啥样呢。小伙子，没钱别玩这个，这是有点闲钱的人玩的。你过日子都难，想靠这个发财，做梦！别把买馒头的钱都亏进去了。沈潇，你要是真有俩字儿，不如就把那破院子卖了，好好哄哄娇娇，也许娇娇可能还会考虑考虑你。你还真拿林娇当个宝贝呢，我沈潇不稀罕要。嘿你，我好心给你支个招，你居然敢辱骂我女儿！我告诉你，像你这种连10万块都拿不出来的社会底层，就应该老老实实去搬砖，别在这装高端。你要是能在这儿买上一手股票，我梁青名字倒着写，来，让我看看你这兜里装的是银行卡还是借条。这位女士，请不要在大厅大声喧哗，影响客户操作。经理，你来的正好，这种穷鬼混进来蹭空调，你们还不赶紧把他轰走？万一他偷了这些老人的钱包怎么办？这位先生，我们证券中心现在有严格规定，不允许闲杂人等逗留。我们要保障广大客户的权益和账户安全，请你立刻出去。听见没有？闲杂人等。沈潇，这种地方是你这种社会闲散人子该来的吗？就是，刚才就看他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没安好心。先生，别让我们难做，请配合工作，立刻离开。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，连客户的账户信息都不查，就敢定我是闲杂人等？账户，沈潇，查你的空户不够浪费我们时间的。经理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叫保安。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陈经理，这儿有个蹭空调的穷鬼闹事儿，我正要赶他。你是瞎了眼吗？这位沈先生是我们中心今天刚迁入的 VIP 客户，你敢赶他走？陈经理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他连1万的新娘子出门费都拿不出，他怎么可能是 VIP？进 VIP 的资格是100万吧？沈先生，
这是您刚才忘带的卡。这位女士，你刚才说谁是穷鬼？陈经理，以后我的业务就线上操作吧，这里太嘈杂了，吵。明白，我会安排好的。娇娇，出大事了！那个沈潇，他不知道哪里来的脏钱，居然拿100万来买股票。你赶紧查查，他这钱到底是从哪儿捞出来的歪路子？小伙子，出不了1个月，你这小楼就能拎包入住了。这房子在咱沈家村可是独一份，别具一格啊！辛苦您了，大爷。借？谁会借这么多钱盖房？这房子没个几10万下不来，那是借了要还的。嗨，现在的年轻人先享受了再说，还不还的那是下辈子的事儿。看着吧，这房子住不长久。可这盖了快1个月了，也没见有人来催债，反倒是送材料的车天天不重样。看来这沈潇是真的找到发财门路了，不然哪来的钱盖这么大的洋房？谁知道呢？现在外面那些高利贷，只要你肯签合同，多少钱都敢给你。沈潇，你给我滚过来！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你跟我们说的你过得不错，这就是你说的干净钱。你连个正经生意都没有，哪来这么多钱盖洋楼？小潇，你跟妈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干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儿？林娇说你借了黑钱，村里都传开了，还说你去干那种掉脑袋的买卖了。咱家穷点没事儿，可不能进局子啊！这个林娇还真是阴魂不散啊！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这钱我沈家祖辈清白，我宁愿让你饿死，也不让你住这种脏钱盖的房子。砸了他！今天老子就算亲手拆了这房子，也得把你这歪心思给砸回来！爸妈，你们能不能听我说一句？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外人的闲话你们都听，我说的一句不听。你是在教育我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是我儿子，老子管教儿子天经地义，你给我起开！别闹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咱们进屋说吧，我这人太多了。爸妈，咱们进屋。怎么，嫌我们丢人了？你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儿，就在这儿说。你不说清楚，我哪也不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买这破院子，你花了多少？1万。那盖这栋楼，加上这些花里胡哨的装修，你到底背了多少账？连建带装，一共20。20万。20万，家里娃又要开个车，卖这个车，你出不会将近30万。小潇啊，这钱可咋还啊？咱家砸锅卖铁，不吃不喝干一辈子也攒不到30万啊！你这是要把我跟你爸的老命都搭进去啊！妈，您别闹了，真没您想的那么夸张。这钱我有数。你有数？你有什么数？小潇啊，妈知道你被林家退婚受了刺激，可你一直是个靠谱孩子，怎么现在变得这么虚荣，这么物质了？你就说吧，肯定是高利贷。这下好了，这孩子这辈子算完了。儿子啊，听妈的一句话，收手吧，房子已经盖起来了，趁着那些债主还没上门，咱找个愿意收的人，把它卖了吧。对，卖了，哪怕亏着卖，卖个10万8万的，先还上一部分。咱回村里住窝棚，也比背着这一身债强。只要咱们压力小点，这日子还能过下去。爸妈，这房子不能卖，不卖，不卖，你拿什么填这个窟窿？你想看着我们老两口被人家逼死吗？这料我看了，水曲柳的实木，这哪是20万能打住的？还有这马桶居然还带电线，还一下子弄了3个。沈潇，你是有几个腚啊？弄这么多马桶，你还没过上2天好日子呢，就开始这么享受了？儿子，咱回家吧，这院子咱们不要了，这房子咱也别盖了，妈不能看着你走歪路啊！你要是进了局子，妈也不活了。大爷，今天咱的活儿就先干到这儿吧，天也快黑了，您带着师傅们先回去休息。行，小伙子，你也别急，你爸妈那是心疼你，怕你犯错，那我们就先撤了。本以为沈家真出了个暴发户，闹了半天，原来是个欠了一屁股债的老赖。散了，这种破事有什么好看的？就是这种不踏实的孩子，迟早得把老两口给坑死。关门干什么？怕丢人？你现在知道丢人了？天都快黑了，不关门干啥？行了，这个时间了，咱们找地方吃点东西再说。爸妈，今天折腾一天了，咱先吃饭。天大的事儿，吃饱了才有力气说。沈潇，你跟我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在那外面自甘堕落，傍上什么有钱的富婆了？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儿子是那种人吗？我看你就是，不然你哪来的底气这么挥霍？又是盖洋楼，又是吃大餐，你天天这么造，你家里趁几个子儿啊？这顿饭我可没福气吃，我怕吃了闪了舌头。儿子，别再犯傻了，你现在也不小了，退了婚以后还得纯家娶媳妇，不能再这么瞎折腾了。听妈的，这房子咱们必须卖了，把债还了，剩下的爸妈跟你一块慢慢还，哪怕去扫大街捡破烂，咱也得把腰杆挺直了做人啊。妈，
你们放100个心，我没偷没抢，更没帮富婆，吃顿饭我还是吃得起。这菜我已经付过钱了，你们不吃也是浪费，那就是真的糟。神父糟了什么孽？生了你这么个没心没肺的儿子，你是想累死我们老两口，看我们死在你面前才甘心吗？儿子，这菜咱们1块子还没动呢，能不能退了？哪怕挣1半钱也行啊！以后咱不下馆子了，我去买点人家处理的剩菜回来凑合凑合，能填饱肚子就得了。随便你们，这顿饭、爱顿饭我吃定了。造孽呀，真是造孽呀！放着酒楼大几千的鸡鸭鱼肉不吃，非要折腾回来吃这2块钱1袋的方便面。爸妈，我是真不知道你们图什么。图个心里踏实。沈潇，我告诉你，我要脸！我跟你妈这辈子没欠过人钱，我们吃泡面是在帮你赎罪，是在给沈家积德，拿着借来的钱吃香喝辣，你不怕折寿，我怕。行了，吃饱了就睡吧。我能有什么罪？我只希望他们过得好一点。看爸妈这样子，金子的事儿找个机会告诉他们吧，不然他们绝对心里不安。妈，这才几点，起这么早干什么？起，赶紧起！这房子的事儿1天没处理，我和你爸心里就1天不踏实。昨晚我俩1夜没合眼，合计好了，咱们现在就上城里去。大清早的上城里干啥？这房子还没彻底收尾呢。还能干啥？当然是去卖房子了。咱们上城里，争取今天就把合同签了。爸妈，别再胡闹了！你们开口闭口就是债，到底谁来管我要过债？实话告诉你，这钱……沈潇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个杀千刀的没良心的，你出来看看你把人害成什么样了！哎呦，这林娇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还不是被你这宝贝儿子给气的！沈潇，你自己在外面偷偷发了财，又是买车又是盖洋楼，就是不肯给自己的妻子花，生生把林娇气得大病一场，腿都站不起来了。就说这钱路不明吧，明明兜里有钱，却不愿意都舍不得给未婚妻，这心肠得有多黑呀！这姑娘多可怜啊，跟了他这么久，现在他发达了就把人家甩了，这不就是典型的陈世美吗？老沈，你们家教出来的儿子可真行啊，有钱盖别墅，没钱救人命，真是丧尽天良。沈潇，你今天必须给人林娇一个交代。交代什么？林娇已经和我退婚了，她这副样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放屁！你为了甩掉娇娇，故意装穷，逼她退婚。你当初婚礼上要是拿了那1万的出门费，娇娇能被那个赵博骗吗？啧啧，这男人心机也太深了，演得跟真的一样，连亲爹亲妈都骗，就是为了名正言顺甩了人家姑娘。这男人的心怎么能这么毒？哦，原来是被那个富二代骗了。什么富二代？就是个假富二代，不止没钱，还暴力，还不如娇娇他。妈。哦，原来是被打了，不是生病了。反正这都是你欠他的，你得负责一辈子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笑什么？你个丧良心的，你还有脸笑？负责？你让我怎么负责？沈潇，我看你人还算正派，我现在就吐口让娇娇嫁给你，之前的过往全部都过去了。彩礼之前给了20万，只要把那100颗3金给了就行，也算我这个做丈母娘的通情达理了。不提了，你们不想提，我不信要账，我倒是想一笔一笔来算算账。你要算什么？林娇，你说我演戏，那当初是谁在婚礼上和赵博当初私奔的？说我沈潇连1万出门费都拿不出来，这出戏是你先开场的吧？你胡说，那是赵博强迫我的。哼，强迫？那婚礼当天，你妈拿了赵博的一个戒指就纵容你和他走了，那时候你怎么不心疼我拿不出钱，怎么不觉得受苦受罪？你走的时候挺决绝的。各位街坊，他所谓的被打，是他和那个赵博的私人恩怨，与我无关。他林娇不是看错人，他是看见了我的钱了。你放屁！我们家娇娇这么漂亮，能看上你，答应嫁给你，是你的福气，那是她吃亏了。你一个穷小子，谁能看上你？现在你有钱了，都是沾了我姑娘的光。你要想娶我姑娘，这钱你必须给。林娇，真的被赵博打了？那他为什么打你啊？他说不出来了，对吧？我替你说，因为你贪财，他好色，他玩腻了，你被扔了，对吧？沈潇，你混蛋！要不是你算计我，我哪有今天这地步吗？小潇，你好好跟娇娇说话，娇娇都这样了，别再刺激她了。妈，这是我和他的事，您别管。沈潇，要不是我家娇娇还念旧情，哪有你的事儿啊？林娇，
你还是跟以前一样贪心又怕疼。为了碰瓷我这栋房子，你竟然连这种谎都编得出来。沈潇，你别喷粪！娇娇的腿医生都说断了，你今天不拿出50万赔偿费，我们就死在你这门口。50万，好大的胃口啊！好啊，只要你能在这做到明天，我给你。不过，我看你的腿到底是有多虚弱。看来这腿不仅没断，倒是比运动员还利索。林娇，你就这么急着给我演戏，以为靠这一坐一哭，我就能接纳你，或者怕了你？沈潇，我那是为了见你，不得已才……够了！念在曾经好过的份上，我给你们留最后一点脸，现在立刻滚！我可以不报警抓你们敲诈勒索，但如果再让我看见你们出现在我家门前，或者骚扰我父母，我有的是钱请最好的律师，你们母女就准备去牢里蹲着吃白菜吧。走，舅舅快走，这小子疯了，咱们走！这是要坑人小伙子钱呀！这母女俩真是坏透了，坏透了！是啊，差点被他们骗了。那对母女心术不正，这是想找老实人收底呀！儿子，妈看错人了，是妈老糊涂了，差点逼着你把那林娇给娶了。妈对不起你。嘿，这家人简直不要脸到了极点！他们哪是看中你的人，真是看上这大宅子了，想天上来生生讹一笔。那个林娇以前看着文静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水性杨花，她那个妈更不是好东西。爸妈，别生气了，不值得。有些人错过了，其实是好事，这代表我们已经进入到新篇章了。以前的人和事，从今天起都要放下。在这世上，有些人的感情比草都贱。沈总，您重仓的那几只 AI 股今天全线涨停，刚才我看了一下，加上之前的衍生品盈利，您这波已经净赚了200多万。您看是继续持有还是？明天开盘全抛，落袋为安。儿子，妈刚才没听错吧？那是200万。妈，这下你们能把心放回肚子里了吧？咱家不仅没债，现在的盈余够咱们在这舒舒服服过一辈子，这就是咱们的底气。好，我老沈家终于光宗耀祖了。现在也挺好的，爸妈高兴，不再胡思乱想了。金子的事儿还是不告诉他们了。现在这样挺好。这别墅是座高端生态农家院，后面的鱼塘荒山都要联动起来。沈家村的财富是祖宗留下的馈赠，我不能一个人独吞，要稳固根基，就必须带着全村人一起富。好，沈潇啊，你这个年轻人真是不简单，不仅发了财，还没忘本。农家院这个想法跟乡里的扶贫政策完全对上了。隔壁村搞那个代销，村民邮包确实鼓了不少。村长，如果您相信我，整个方案由我来出，村民的干货果品全部进行统一包装设计，设计费、打样费、推广费全部由我个人承担，我分文不收，所有的销售利润全部分给乡亲们。这可是大好事啊！成，咱们沈家村有你这样的后生是福气。这样，包装设计的专业，我待会儿就跟乡里文化站反馈，请他们帮忙物色一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咱村采风搞设计，到时候你负责招待。没问题，我一定招待周全。各位乡亲，今天这院子开了门，就是咱们沈家村的门脸，大家随便看随便吃，往后咱们各家的干货都从这儿发往全国。好，沈潇这孩子出息了还没忘本，咱们沈家村有福气喽！哟，梁大姐还看呢？我要是您，您就不会在这儿待着，还嫌不够丢人啊？就是，当初要是那10万块不乱加，现在在那收有理的就是你了。瞧瞧人家的别墅，你这辈子是没福气进去坐坐喽。您家那个女儿，我看终身幸福也被你耽误了，老了还不做个人，还可悲呀！大家放心，村长已经把各家的农产品名单报上来了，咱们的第一批订单已经接到了，现在就等设计师来定稿包装，只要图纸一出，咱村的特产立马身价翻倍。请问是沈潇沈先生吗？我是乡里推荐的设计师江宁。沈先生，说实话，我来之前以为只是个普通的自建房，
但你这房子的动线布局，尤其是西式建筑风格的融合，非常现代化。在这样的山村里，它像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品。艺术品谈不上，我只是觉得，不管是人还是房子，都得往高处看。既然要建，就得建一个即便过了10年、20年，依然不落伍的标杆。我很稀奇，以你的见识和财力，去城里发展应该更容易。为什么要守在这个甚至还没脱贫的村子里，还自费给村民搞包装？根在这儿，落叶归根是老话，但我沈潇想做的是让这棵根长出参天大树，把阴凉留给生我养我的这片地。江小姐，你觉得我这是商人情怀，还是农夫执念？我觉得你像个博弈家，你在跟这片土地的未来对赌。舟车劳顿，你也陪我说了这么久的话了，我带你去房间休息吧。这就是江小姐的采风基地了，有什么要求尽管提。在沈家村，我沈潇说话还算管用。沈先生，你比我想象中要有趣的多，希望我的这支笔不会辜负你的野心。尝一个，村民种的苹果很甜。真的很甜，我这设计稿看来得抓紧了，我已经迫不及待让咱们沈家村的产品问世了。我相信你，你没问题的。沈潇，你这么快就找好下家了，你把我害得这么惨，我绝不会让你这么舒坦。沈潇，你过得真滋润啊！住洋房泡美女，把我像垃圾一样踢开，你凭什么？林娇，你发什么疯？放下东西，你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走，我能去哪儿？赵博那个混蛋跑路了，我妈天天逼我去找你，都是因为你。这个女人凭什么坐我的位置？我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到。林小姐，你已经违法了，这一切我都录下来了。录吧，录下来发给全村人看，看我是怎么烧掉你们的富贵梦的。我的狗子！江宁，别过去，着火了！林娇，你个疯婆子，你想烧死大伙啊！真是个杀千刀的疯子，赶紧报警，他这是蓄意谋杀！不行，我不能在这儿，我得赶紧跑。还想跑？你这心肠也太毒了！沈潇想带大家伙致富，你竟然想放火毁了全村的希望！林娇，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还觉得对不住你，你这是要杀人放火啊！这种祸害，1分钟都不能留在咱村儿。沈潇，你赢不了的，你会遭报应的。报应已经在你身上了，带走。没事吧？画毁了可以重画，只要人没事。这把火算是彻底烧干净了过去。乡亲们，咱们沈家村能有今天，全靠沈潇和江设计师啊！江宁，沈家村的蓝图画完了，但我人生的全案还没定稿，你愿意留下来帮我写完吗？沈总，这可是个长期项目，我可是很贵的。我倾尽余生聘你一人。